很多人第一次读大鹏赋，会被他的气势镇住。一只巨大的鸟展翅9万里，乘长风而上，雷霆相随，天地为之开路。但大鹏赋真正重要的，其实不是那只鸟，而是写这只鸟的人。这篇作品不是李白在描写自然，也不是单纯的神话想象，它是一篇关于我为何不能像你们一样活着的宣言。在大鹏赋里，李白把自己放进了大鹏的身体。这只鸟不栖池沼，不与燕雀为伍，不是因为它骄傲，而是因为它的世界不在低处。李白想说的从来不是我比你高明，而是我若停下来就不是我了。这篇赋写于李白年轻时，那时的他还没进过京殿，也还没被流放，但他已经非常清楚一件事，他的人生不会是一条安全的路。他知道自己不适合官场，不适合低头等待赏识，也不适合把理想修剪到刚好能被接受的尺寸，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更孤独也更危险的方向。在大鹏赋里，大鹏飞得越高，就离地面越远。那不是炫耀，而是一种必然。因为对李白来说，理想不是可以妥协的选项，而是一种命格。后来的人生证明了这一点。他确实飞得很高，也确实付出了代价，但在这篇大鹏赋里，李白已经提前告诉了世界，如果你看不懂我的飞翔，那不是我的问题。接下来的这首歌不是在重写大鹏赋，也不是在解释每一句诗，他只做一件事，把李白当年没有妥协的那颗心唱出来。我本不生于池水之旁，不息地飞，不畏风霜。天地初开，雷动八荒，我在黑暗里展开翅膀。一阵霜已不是为炫耀，只是天高不容我低调。笑纳燕雀真是墙角，怎懂我眼中的万里云霄。让长风来吧，越过冲浪，扶我直上9万天光。他年若问，大鹏匆匆何往？不是我要离开人间，是人间太小，装不下这胸膛。让泪为孤，云为裳，一飞便是天地同狂。若你问我为何远去，因为我生来就要向上。不是不知前路苍茫，只是宁愿破浪飞翔。若天不给我一条高路，我便用双翼写出方向。让长风来吧，越过冲浪，扶我直上9万天光。他年若问，大鹏匆匆何往？不是我要离开人间，是人间太小，装不下这胸膛。让长风来吧，越过冲